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各位，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哦。全世界几乎所有已开发国家，包含我们台湾在内，都面临一个超级棘手而且避不开的问题：社会正在快速老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阿公阿嬷，甚至未来的我们，都身在其中。但我们的医疗系统，特别是在精神健康这一块，坦白说，真的有点跟不上。这不是危言耸听哦，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安静的危机。不过呢，危机也可能带来转机。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拆解一个来自香港的超创新解决方案，看看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变成一个值得全世界学习的典范。好，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日益扩大的精神健康缺口。副标题是香港的数字危机。你知道吗？要了解一个解决方案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得先搞清楚它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而数字往往是最诚实也最残酷的。来，我们先看这个数字，20万。在香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200万。而根据过去大量的医学研究，大概有10%的长者会出现蛮明显的忧郁症状。这样简单算一下，就代表香港有超过20万名长者正在承受忧郁之苦。各位，20万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等于整个新竹市的人口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常常被社会忽视的公共卫生危机。因为很多长辈他自己不说，家人也可能以为他只是心情不好，但其实他们内心正在经历一场风暴。好，有20万名患者，那香港有多少专家可以帮忙？你看这个数字，大概1000位。这1000位包含了所有的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20万的需求对上1000的供给，这个比例真的太悬殊了，对吧？这就像是一场森林大火，但你手上只有几个灭火器一样，跟着杯水车薪，这就产生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被填补的巨大的服务鸿沟。那这张投影片就把问题的核心给点出来了。我们传统的模式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把病人送到医院给专家看。但问题是，当专家数量远远不够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从根本上崩溃了。在香港，如果你不是那种有立即生命危险的急症，你想看个精神科医生，排队等个2年是非常正常的。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吗？在忧郁的黑暗中，还要痛苦的等待700多个日子。那是什么样的煎熬？这血淋淋的现实就证明了，传统那种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模式，它根本无法应对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需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游戏规则。好了，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香港的一群学者跟社工就决定，与其在既有的框架下挣扎，不如我们干脆把整个系统反过来玩。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整个模式的精髓，大家注意听。重点来了，这句话是整个赛马会乐龄同行计划，也就是 Joy-Age 计划的主持人，香港大学的林一星教授说的。他说他们要把整个系统反过来。什么意思？就是不再是被动地等病人被拉到医院，而是主动地把医疗资源送进社区里，送到长者们每天生活最熟悉的地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转变，从以医院为中心转变成以社区为中心。这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改变哦，更是权力关系的改变，把治疗的主导权还给了社区和病人本身。这个有点革命性的想法，学术上称为常遇为本模式。白话来说，就像是把米其林餐厅的大厨直接请到你家巷口的面摊，为街坊邻居煮面一样。医疗服务来找你，而不是你去讲医疗服务。这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它彻底解决了传统模式最大的痛点——可及性。长辈不用再舟车劳顿，不用再面对冰冷陌生的医院，只要走到巷口那个他每天都去下棋聊天的长者中心，就能获得专业的协助。
这是不是人性化很多？好，那这个听起来很棒的模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它主要依赖2个非常聪明而且环环相扣的策略，才让这一起成为可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支柱叫做协作式分层支援模式，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智慧型减伤分类系统。你看哦，当一位长者进来，他们会先用一个叫做 PHQ-9 的国际标准问卷来评估忧郁程度。如果分数在5到9分是轻度症状 ，OK， 那就在长者中心参加一些比较轻松的低强度的小组活动就好。但如果分数更高，是中度或重度，系统就会自动升级，转介给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提供1对1的高强度治疗。如果情况最严重，才会再转介到更专业的精神健康中心。这个分层系统确保了最宝贵的专家资源只会用在最需要的个案身上，不会杀鸡用牛刀，这就大幅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效率。而且你看它最后一点，它的结案标准也很严谨，不只是症状消失就好，还要确保长者重新建立了社交连接，这才是真正的康复，对吧？如果说分层支援是这个模式的大脑，那第2个支柱任务转移就是驱动它的引擎。这个概念真的非常厉害。它的核心精神是把过去只有顶尖专家才能做的复杂工作拆解成不同难度的任务，然后赋权给不同层级的人来执行。你看，最困难的案例还是留给金字塔顶端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但大部分的实证治疗，像是认知行为治疗 CBT， 就交给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社工来执行。更基础的陪伴、关怀、提醒做功课这些事，就交给同辈资源者。这些人本身就是康复的长者，最有同理心，他们过来人的分享往往比医生还管用。而在社区第一线发掘潜在个案的任务，就交给成千上万的社区大使，他们就像是社区里的健康守门人。这样一来，就等于创造了一支全新的精神健康大军。各位看一下这组数字，透过任务转移这个计划到今天已经培训了超过6600名社工和900名同辈支援者。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吗？全香港的专家、精神科医生加临床心理学家，总共也才1000位。现在他们在社区里可以说是凭空创造出了超过7500名新的精神健康工作者，是原本专家数量的7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模式可以规模化，可以应对那20万的庞大需求，因为它不再只依赖那1000名顶尖专家了，它发动了一场精神健康的人民战争。好，讲了这么多，这个模式听起来很完美，但它真的有效吗？身为一个分析型的频道，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数据。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些数据真的相当惊人，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这张图表非常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蓝色这个长条是参加 Joyvich 计划的长者，橘色这个是接受一般常规照护的对照组。你可以看到，在介入前，2组的忧郁分数都差不多在6分左右，旗鼓相当。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 ，Joyvich 组的分数从6.3大幅下降到3.14，几乎腰枕。这在临床上是非常显著的改善。反观对照组，分数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从6.02变成6.0，等于是原地踏步。这就像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实验，直接证明了这个社区模式真的有效，而且效果非常显著。接下来这个数字20块美金，可能让你有点看不懂，但它其实是这个计划最吓人、最颠覆常识的地方。在卫生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做品质调整后存活年，英文是 QALY。简单来说，它衡量的是我们花多少钱可以为一个病人换来1年真正健康有品质的生活。它不只看你活多久，更看你活得好不好，是衡量一个医疗政策划不划算的黄金标准。那20块美金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来跟国际标准比较一下。一般来说，只要一个医疗介入措施换算下来每 QAY 的成本低于5万美金，就已经被认为是极具成本效益，值得政府大规模投资了。5万美金哦，而 Joy 计划的成本是多少？只有20块美金。各位，我再说一次，不是2万，是20块。这个数字简直是不可思议。它代表这个模式不只是一个有效的模式，它还是一个超级无敌便宜、超级有效率、完全可以永续发展的模式。这几乎可以说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圣杯了。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最宏观也最令人心痛的数据——自杀率。这张图呈现了香港不同年龄层的自杀率变化。你可以看到，从2020年开始，几乎所有年龄层的自杀率都在上升。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但只有一个族群例外，就是60岁以上的长者。你看这条绿线，他们的自杀率是唯一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的。而这个下降的趋势，正好就跟 Joy 计划从试点扩展到全香港的时间点完全吻合。虽然我们不能100%的说这就是因果关系，因为社会现象很复杂，但这强烈的相关性至少暗示了这个计划可能正在对整个城市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它可能真的在拯救生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看到香港面临严峻的长者精神健康危机，他们透过翻转系统的思维，发展出以社区为本的分层支援和任务转移模式，并且用非常漂亮的数据证明了它的成效和超高效率。这不只是一个香港的故事而已，它可能为全世界的老化社会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蓝图。这个模式的成功可以归纳出这5个关键心法。第一，上游思维，与其在下游捞溺水的人，不如到上游去盖围栏，在问题还没变成洪水猛兽前就介入。第二，社区赋权，让社区自己长出照顾自己人的能力。第三，杠杆人力，善用任务转移，把专家的力量放大好几十倍。第四，团队作战，把所有相关单位都拉进来，打群架，力量才大。最后一点也最重要，数据说话，用扎实的研究去说服政府和出资者，这才让理想的改变成为可能。也因为这个计划实在太成功了，它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计划，香港政府已经正式参考这个模式，把它纳入官方的基层医疗政策里面。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它通过了最严苛的现实考验，证明了它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理想模型，而是一个真正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落地，并且被政府采纳，能够长久运作下去的永续方案。这也让我们留下最后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全世界都面临专家不足、需求爆炸的困境时，我们是不是都把眼光放得太远，一直想着要盖更多医院，训练更多顶尖专家？或许精神医疗的未来，那个真正有效又能普及的解方，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我们的邻里之间。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数字危机，已开发社会普遍面临长者精神健康需求暴增，但专家数量严重不足的困境，传统的医院模式已经失灵。第二，翻转系统，香港的 Joy 计划提出了社区为本的解方，透过智慧分流的支援模式以及任务转移来扩大战力，成功在社区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支援网络。第三，数据实证，这个模式不止临床上有效，成本效益更是高到不可思议，而且可能已经对全香港的长者自杀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